本侯的确有意废帝了。流血最多的角色，带他去医院吧。谢征嘴上说黄白粥与我无有，但是其实还是要回来给医生。他那个糖葫芦甩来甩去，甩我鼻孔里去了。他昨天做了一个料理，香菜和各种鱼在一起炖。你们这不对啊！探班100个剧组，今天我们来到是竹玉，然后欢迎我们张凌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凌赫。如果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谢征的话，会用哪3个关键词呢？最惨、最强、最美。最美。你们这不对啊！最有反差。那展开说说吧。最强的话那就是谢征的武力值嘛。最惨的话就是他一直在受伤。最有反差的就是谢征前后期性格变化很大，前期会比较冷血一点，后期他会比较有人情味一点。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是你演过最怎么样一个角色呢？流血最多的角色，天天脸上有伤，天天脸上有脏。那你觉得谢征是一款什么样的男友呢？哎，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？口什么体？口嫌体直。谢征是一个最口嫌体直的男友，在这方面有些什么表现？就是他嘴硬，但是他其实行为上面又很体贴。比如说他的兄弟嘛，你给他钱说你要不要留一点给女主，谢征嘴上说黄白粥与我无有，但是其实还是要回来给女主。剧中其实有很多很帅的造型嘛，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套呢？铠甲，威风凛凛，征战沙场的感觉。最近我看路透说你披个麻袋都是帅的，感觉好像就差不多是这个。那可不是，这可不是麻袋，这也是我们服装老师精心设计的衣服，好吗？张凌赫最想拥有谢征身上什么特点或者技能呢？他的武力值吧，谁不想拥有这个盖世无双的武力值呢？穿越到古代当个将军。那谢征是剧中什么担当？然后张凌赫是剧组什么担当？谢征是剧中武力值担当嘛？张凌赫是剧组，我是什么担当啊？请客担当。经常请客是吧？请客担当，对，自己爱喝，那就喝的时候也同时买一点给剧组人嘛。我看有一个摘面具的那个路透，大家说有效路透，然后现场我们给大家还原一下吧。哦，行。我觉得大家觉得这个摘面具是有效路透，是因为这个面具实在是太丑了，所以摘下来的反差会比较大一点。那是因为底下的脸还是非常帅呀。摘下来之后还原一个剧中比较深情，或者说符合他人设的一个表情，然后说一句最深情的话。那得说一句比较有力度的话。可以啊，也可以。我不能说情话，这摘完面具说句情话好油腻啊。本侯的确有意废帝了，我脚趾抠地了。我看昨天还有一个路透就上热搜的，就是抱小孩的那个路透，那个拍摄的是一个什么戏呢？昨天是我们在一起过春节，然后在灯会上面比较合家欢喜的一场戏。大家看到那场戏越幸福，后面就会越难过，马上就要离开了。拍那场戏的时候，你当时感受怎么样？在那个氛围里面，尤其是抱小孩这种感觉。带小孩不容易，但是也非常的幸福，因为真的那个脸特别好软。粉丝还说，就是感觉你好像觊觎那串糖葫芦很久了。没有，是那个小姑娘，她那个糖葫芦甩来甩去，甩我鼻孔里去了。大家都还以为你想吃呢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。这次回到熟悉的横店拍戏，有解锁什么美食吗？解锁了我房车师傅一些新菜品。他昨天做了一个料理，香菜和各种鱼在一起炖，虽然不太好吃，但是也算一个新菜品吧。所以你是非常能接受香菜的？我都能接受，我折耳根什么都能吃。每天拍戏这么紧张，还有时间去健身之类的吗？有啊，有时间。我在家里面有一个小的健身房，举铁或者说做有氧都行。最常做的一些动作都会有什么呢？举铁吧，胸肩背就是可能卧推什么的。那分享一件每次进组必带的好物是什么？如果是横店的话，风扇吧。大家发现你有一个出现率非常高的，就是那双鲨鱼拖鞋。不止进组，我平时都会穿。每天有。对。现在好多年都是那个造型的鞋子，是不是？我其实鲨鱼拖鞋也换了很多双了。我是一开始随便买了双拖鞋，我身边工作人员他们看到我那双鞋可能有时候不能穿了，就给买同款的鲨鱼拖鞋，所以说就变成了一直都是鲨鱼拖鞋。如果角色穿越到现代的话，为他安排一日行程，你想带他去干什么？带他去医院吧，别有些伤没有治好，带他去医院检查检查。如果可以改变谢征的一个经历，你最想改变他什么？还是希望谢征有一个父母双全的状态，他爸妈可以不离他而去。最后说出主玉3个必看的理由是什么？男帅女美，增导作证，积极见血。那大家都好想看你受伤啊，就有种。那看个够吧。剧播出的时候，张凌赫一定会做什么？实时陪大家一起追剧。本来想着说不能说陪大家追剧啊，那没办法，我先说了。那除了这个呢？因为大家每次都会说一定会追剧。我说的是实时。哦，那你说的呀？那可以哈。
首先力气最大的角色，他有的是力气。天天上班精神满满，扛猪啊，扛人呐、扛石头啊，哈完美女友，用蛮力，田曦薇都能够搞定他，是不是？但是真的就是能给他扯回来。扯不回来。探班100个剧组，今天我们来到是竹玉，欢迎我们田曦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田曦薇，也是竹玉里的樊长玉。那如果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樊长玉的话，你会用哪3个关键词？大力、传奇，还有可爱。说到大力，很多网友就说他有的是力气的感觉。对，天天上班精神满满。你觉得他是你演过最怎么样一个角色？首先力气最大的角色，还有穿衣服最重的角色，因为他后期有一个将军装，还有盔甲。那刚刚说到大力，剧中有哪些比较展现他大力的行为或者说经历呢？非常多，就是比如扛猪啊，扛人呐、扛石头啊。剧中真的有拍那个扛猪吗？有，是拍真实的那种小猪？对，就是我第一次拍扛猪的时候，其实是半山猪，它可能估计有40多斤，然后让我一只肩膀这样扛，然后我哇，就是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个体验，感觉真的是内娱第一次见到有女演扛猪这种戏份出现。是的。你当时看到这个戏份拍摄下来感受怎么样？感觉还蛮特别的，就非常有生活气息，然后跟我这个身份、经历、家庭背景也特别符合。那你觉得樊长玉她是一款怎样的女友呢？完美女友，完美女友就无可挑剔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如果和樊长玉成为闺蜜的话，和她共度一天最想干什么？我会想去打扮她，因为她从小生长的环境不是那么好，就想让她体验那么多姿多彩的世界。那这次剧中还有非常多那种特别美的造型吗？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套？我前期的还都蛮喜欢的，因为其实我们造型师用了非常多的小心思在这种简朴的衣服上，让它显得很特别。看剧中好像还有赶猪的镜头，当时拍这个赶猪的时候感受怎么样？还是蛮有意思的，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猪这种东西，特别是活猪，也是没有经验，你就需要顺着它那个劲儿，然后去赶它，它才会往前走。其实它还挺倔的。那有赶不动它的时候吗？有，经常，因为它胆子也小，比如人多了，或者是我们现场声音大了，吹风的声音或者下雪机的声音，它都会怕。那它不受控制的时候怎么办？用蛮力，田曦薇都能够搞定它，是不是？但是真的就是能给它扯回来，扯不回来，力气特别大，那200多斤的猪。包括你刚刚说，就是真的扛那个几十斤的那个半扇猪在身上，拍的时候都能直接毫不费劲，是吗？还是有点费劲，但是硬着头皮上了。然后大家给樊长玉还取了一些外号，比如说杀猪西施。听到这个外号什么感受？赞美。如果是你给他取个外号的话，会想叫什么呢？就叫她西姑像大侠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有侠义之心的女生。那樊长玉是剧中什么担当？然后田曦薇是剧组什么担当呢？樊长玉是剧中的干活担当。每天杀猪吗？每天杀猪，干各种活儿。所以剧中是有拍那种杀猪戏吗？有，还请大家期待一下，其实真的很好看。拍的时候，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细节？有，就是它首先就是扛猪这些都还好，比较精细的部分就是解剖猪肉，因为我就是要卖猪肉嘛，我需要把整个猪肉的部位给它弄清楚，然后在哪里下刀，在哪里成块。所以你真的学会了？我是学了就忘了。那这次在横店拍戏有解锁到什么新的美食吗？有，每次来其实都有，因为就是横店这个地方也有源源不断的那种商家的猪肉，然后我就会探寻一些什么米粉啊、面还挺好吃的。那如果你的角色穿越到现代，为他安排一日行程，想带他去干什么？按摩。是因为太累了吗？按摩必须带他去体验这个东西。那如果可以改变樊长玉一个经历，你想改变他什么？一个可能还不够，其实我想让他身边的人都不要离开他。所以是有一些对悲伤的经历。对，后面其实会有。那说出3个竹玉必看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给他安利一下。极限拉扯，画面绝美，这只是我们众多优点中其中2个。对，还有传奇经历。那分享一件你每次进组必带的好物是什么呢？我的猫啊，好可爱，那个每天陪伴着都。对。